大家好，我是戴主义，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电动车的电池多少钱这件事情。那自从我拍了第一支电动车的影片到现在，一共有超过30支电动车的介绍影片，每一支影片底下都有很多观众留言问电池到底是多少钱。那今天这集呢，我就整理了资料来跟大家来分享讨论这件事情。那首先，电动车的电池需不需要更换？像你的手机、像你的 laptop 这样子是需要的，它不是一个可以用50年、100年的东西。它如果当损毁还是有 defect 的时候，它是必须要更换的。但至于多少钱，它可以使用多久，这个很多人没有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了解。那我们与其先讲它电池多少钱，我们不如先来关心一下它可以用多久。我觉得它的使用寿命，它的 lifetime 比它多少钱更加的重要。打个比方，为什么你现在不知道一粒 engine 多少钱，一个 gearbox 多少钱 ？Right， 你不会知道这个东西，是因为它不影响你，你可以叫5年、10年、20年都没有。那为什么你会对电池这个东西小心翼翼，非常的有恐惧感？因为在早期马来西亚出一些 hybrid 像 Audi A6 的时候，或者 Mercedes 的一些 hybrid 车子，那个账单一出来，可能都是4、5万块以上的，所以大家一直会有一个恐惧感。可是后来我们看到 Toyota Prius Lexus CT200 这个级别，大概电池也是列出来给你看，6000到8000。Honda 的 hybrid 也是6000块到8000块左右，所以并不是大家坊间传闻换一粒 battery 可以换一辆车这样夸张啦。But 我们讲的那个是 HEV Hybrid Electrified Vehicle， 不是现在的这个 BEV， 因为它是 100% 用电池来发电的车子 ，right， 来发动的车子。So， 我们可以从汽车厂商给你的 battery warranty 看出一点端倪。打个比方，大部分的汽车品牌都会给你8年或16万公里的 battery warranty。16万公里其实就是10万个 miles 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但是这个我现在驾着的这一台 EQS 500呢 ，Mercedes-Benz 是给你10年或25万公里的 battery warranty， 算是相当的长。那 Tesla 的话，如果你买的是 standard range 的 warranty 比较少，如果你买 long range 它会增长，所以你的 battery 越大，它就会给你越远越久的 warranty 这样子。那根据 Elon Musk 的说法，可能是老王卖瓜啦，他说 Tesla 的锂离子电池能够使用22到37年，这个是根据每一天使用65公里来做一个衡量，做一个测量的啦。当然那个是 Elon Musk 讲的啦，不是我讲的啦。可是我们就一般上综合来讲，大部分的电动车呢，他们的电池使用寿命在10年到20年。那万一这10年到20年间，就是他给你的 warranty 可能8年，可能10年。那有什么情况下 warranty 不保你，或者你车子的 insurance 它不保你，就是你人为的去破坏它，像泡水，在很多国家也当作是人为的哈。或者你自己有事没有事，你钱包很厚，你要看 Tesla 多少钱，你就拿一个木棍，拿一个尖的东西去插爆那个电池，就是 purposely 去看到底你的钱包有多厚。那根据我综合了美国、英国跟中国来讲，换 Tesla battery 我讲的是 Tesla， 以70 kWh 作为一个标准来讲，大概都是马币。在影片接下去之前，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个绝妙的互联网解决方案 Surfshark。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，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，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。那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，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。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，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，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，更加安全。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，绕过限制，突破围墙，浏览更多内容。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，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。它适用于 macOS、Windows、iOS、Android、Chrome、Firefox、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。现在签购的话，就可以享有独家的优惠，加3个月的免费使用期，30天内退款保证。点击影片底下的 link， 使用我的折扣码 MyCarPlus 就能够获得专属的优惠，外加3个月的免费使用期。详情放在 video description。大概都是马币8万到9万块之间，包括安装费用、
侦测、检测费用等等这些东西。但你注意哈，当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电池，它是由几个 battery module 电池组成的一个电池，它不是一粒 AA battery 放在下面的，它是有很多模组。那正常情况下，你只需要更换特定的模组，而不是100% 整个换掉这样子啦。这个价钱只是一个中间值，一个平均罢了。因为电池可以大到很大，像这个车子120 kWh， 小到像 mini electric 可能29个 kWh， 所以432差不多，这个一粒等于那种小型电动车的4颗电池这样子好啦。所以它不是 one size doesn't fit all。我不是现在跟你讲一个价钱，所有电动车哇每一你看8万啊，一粒 battery 9万啊，一粒 battery 6万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子啊，这只是给你作为一个参考而已。那为什么我刚才讲 battery 的使用寿命是10年到20年？为什么会差距10年？因为 battery 就像人一样，如果你不好好保养，你不运动，你不早睡早起，你不保养你的肝脏，你不呼吸新鲜空气啊，你每天暴露在一些污染的环境当中，你的寿命也会跟着降低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养生的人，你也可以活得比较长寿。车子也是一样，锂离子电池也是一样。那 how to maximize your battery life？ 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延长电池的寿命？这个重要过你去关心电动车的电池多少钱，什么时候需要换啊？换一次会不会很出皮等等？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加的重要。那要保养电池，主要有4个法则，你必须要注意。第一个就是20到80%，20 to 80%，就是说你用驾车的时候，如果低，你尽量不要低过20。如果你充满的时候，尽量不要超过80%。就是说，每一台电动车的一个良好使用的阶段就是60%，就是你要 reserve 一个20跟 reserve 一个20这样子。所以打个比方，像这个 EQS 500，它的官方 WLTP 标准是696公里，你乘以60%，就是它最 practical 你能够使用到的。他要卖你电动车，他一定跟你讲，他可以跑800、900、1000，可能都可以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，厂商可能不会特别去跟你 mention， 因为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第2个就是严防严寒气候，就尽量把你的车子停在有盖的停车场，不要让那个温差差到很大。我记得今年初我带太太跟孩子去奥地利旅行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我就把孩子的奶瓶落在车子的这个门 door panel 的 cup holder， 才2-3个小时而已，我就跑去拿我的水瓶来讲，整个结冰了，它的奶瓶结冰了 ，I mean for 对一个马来西亚人来讲，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啦。那我放几个小时吧，我为什么会结冰了？那水都如此，更何况锂离子电池里面有很多的 chemical 化学材质、化学料等等，它也会受到影响。那热也是一样，像马来西亚现在外面多少度30多度这样子 ，come on， 它也是很热，所以尽量不要让车子暴露在这种严寒气候的情况，电池就可以得到延长。那第3个，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到的就是 charging。很多人都讲现在电动车的技术太慢太烂了啦，20分钟才充满，30分钟才满。如果有2分钟、5分钟充满就可以更好咯。最好是充电2小时通话5分钟，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something like that啊。但你要考量到锂离子电池的特性就是，如果你用越快的速度去充它，你用180 kW、350 kW 去充它，电池就会越容易发热。当电池越容易发热，它的使用寿命、它的衰退率就会增加，它就会越快的老化、越快的衰退。所以在摩打摩机的时候，你不要一直去使用 DC， 你最好就是用 home charging， 所谓的 AC3.5 kW、7个 kW、11个 kW、22个 kW 都好。所以你只有在跑长途真的是应急的时候，你才去用那种50 kW DC、180、350 kW DC， 因为你用 DC 的次数越多，你的电池就会越快老化。所以你可以imagine5分钟充满，到底电池会多热，整个散热处理等等。当然，锂离子电池它还有非常多年的一个进步空间，而不是像大家讲的可以淘汰了，我们直接换 solid state battery 固态电池。是很多车厂都跟你讲有固态电池吧，它是2028年原型，到推荐到市面上可能是2030多年的事情了，距离现在是至少是一个8年以上的事情吧。That's another topic。所以第4个要注意的就是尽量避免在短时间内消耗掉大量的电力。好像我每天会做的事情，弟弟出一个多，哇，好像 Tesla Model S Play 这样子0到100只要2.1秒。
哇，如果你每天去领到2.1秒、2.1秒、2.1秒啊，久了你就知道什么叫2.1秒啦，它的电池很快就纯掉了啦。通俗一点来讲是这样子你可能还会再问，这样到底衰退这个东西 regulation 它可以大焊多久？打个比方，我用了5年过后，我的电池还剩下多少 percent？ 那根据美国一个独立网站的调查呢，我们拉一个中间值来讲，平均一个锂离子电池每一年的衰退率是1%。所以换句话讲，现在我驾这台车子，我驾了第5年过后，我充到满，我只可以充到95% 的这个里程。那我用了10年过后，我充到满，它只有90，所以每一年掉1%。如果你乖乖的话啦，所以衰退是避免不了，这肯定会有的。但总的来讲，电动车平均上比燃油车的零件少了30到40%，少掉很多东西，引擎啊、变速箱啊、传动轴啊这些东西，等等。在保养起来的话，它会比汽油车更加的省心，因为你要换的东西就是你的 brake pad 啦、打压对调啊、换打压啊。换你的 Viper 啊 Aircon 的 filter 啊，这些跟燃油没有关系的东西你都有了。它还是一个4个轮子的交通工具啦。So 今天这期主要是跟大家讲电池，至少你得到一个答案啊，一粒电池8万块9万块，但是我不希望你用这个东西去妈妈当吹水跟人家讲，我知道了，我上网看了一粒电池8万块，不是这样子啊，这只是给你做一个 reference。给你做一个参考，让到你在讲话的时候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根据。我们讲话讨论一件事情是根据 facts and figures， 我们是根据事实来背书来讲话的，而不是像很多吹水王很喜欢只是讲嘛的，自己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了的。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要迈入一个先进国，我们要跟邻国 fight， 我们要你知道吗？我们要迈向一个先进的社会，至少你的头脑要先进，你要先自己去学习去讨论。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马来西亚人可以基于一个基础在往上谈，好像中国市场对电动车已经相对成熟，所以当他们在讨论的时候，就不会像马来西亚人在问一些可能是2018年在问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2018年是这一面，2019年是这一面，2020、2021、2022、2023，我们在讨论电动车，你还在2018年的那一个 page， 你还在讲电动车是不是未来 ？Come on， 看一看法规，看一看欧盟，看一看英国，看一看北美，看一看中国的新能源政策，不要每天活在只是1厘的2块05分打满你就很开心了，浑然不知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，世界大事、未来趋势与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人 ，OK？ 你要不要买电动车？你要不要接受是一件事情，不过至少你可以懂得比别人多一点点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是戴主义，喜欢影片记得分享，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 like 加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。3, 2, 1 cut。你还有一个问题，我知道 Road Tax 多少钱？为什么没有一个测评员讲 Road Tax 的？每个人讲到它几块几便宜。Road Tax 多少钱？5000、6000、8000，这么贵，这么没有人提。不是没有人提，是因为交通部已经讲了，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，电动车的 battery 它的 road tax 是不需要给的。那2026年1月1号之后呢，交通部还在拟定，没有一个定案。所以现在你去背着以前的 facts road tax 5000、6000、7000，那个是作废了的，不准了的。你不要再拿以前的东西来讲。至于2026年之后的 EV road tax 多少钱？你有陆兆福的电话，你去 text 他，你去 WhatsApp 他，你问他，可能只有他才知道，因为交通部还没有公布。但可以知道的是，交通部已经特别的说明，它一定会比燃油车合理或者划算，我不确定原文他讲啦。政府要鼓励电动车免税免路税，我不觉得它会弄到 road tax 比燃油车贵啦。到最后这个是 LP 跟 PL 的事情，到最后得不偿失。政府要减少燃油的补贴，它必须要从后面来去 push 这个电动车。燃油补贴一年可以要花一个200亿马币以上啊，这不是一个小钱啊。所以给你 EV tax 可能政府减少了很多的税收，不过从减少补贴也可以节省到很多啦。然后有什么问题，大家继续讨论，多多益善，集思广益，我们一起来迈向先进国马来西亚。2020年有了。2030好不好 ？OK， 2030年让我们一起来成为先进国国民。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. 3, 2, 1 cut。